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要在家里做酒楼著名的小吃烧麦。这个烧麦其实做法并不难，但是确实是需要一些小技巧在里面的。调味方面，自己在家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调整。我们先来准备一些香菇，大约15克的干香菇。在泡香菇之前，要记得将香菇先冲洗一遍，因为它表面上有很多的灰尘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再倒水泡开备用。需要370克的猪腿肉。如果要让我们的肉吃起来口感好，这些筋膜一定要给它去掉。所以我们花点时间将这些筋膜白色的部分全部给它挑掉，尽量将所有我们可以看到的筋膜都切除掉它。清理完之后，我们将它切成薄片。稍微码放整齐后，再切成肉丝。有经验的朋友应该要猜到了，我要准备剁肉碎。我们家的老人一直都坚持自己剁肉碎，手工肉碎的口感更有弹性。我们不嫌麻烦的话，切片后切丝。切丝后再切粒，最后适当再剁个1-2分钟。剁完后的肉是这样小颗粒的，不需要剁成肉末。切完瘦肉，接下来切肥肉的部分。肥肉用到120克，如果你不喜欢放肥肉，可以只放瘦肉也没有问题的，只是那个口感稍微差一点点。切肥肉的方法也是跟我们切瘦肉一样，先切成片，再切成条，然后把它剁碎。我们还需要250克的虾仁，虾仁也需要切，不过不需要像切肉那样切得那么碎。将一半的虾切碎，另外一半的虾切成大颗粒。肉和虾切完了，接下来轮到泡发好的香菇。准备过程就是不停切，切完这些食材，剩下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。我们用刀切出来的肉碎，那口感肯定是最好的，但是前提条件是我们可能做的不多，可以这么操作。如果我们家里人非常的喜欢吃烧麦，可能你每一个星期都要做烧麦的话，那你花时间在切肉这上面就要花挺多的了。那如果家里有另外一个小工具的话，用工具打出来的肉碎，虽然说那口感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其实也没有差特别多，它给我们省了非常多的时间。在用工具搅肉碎之前，猪肉得先放到冰箱去进行冷冻，到它比较硬的时候才拿出来切小块，然后再放到绞肉机里面去搅打。用点按的方式绞肉，打出来的肉碎有一部分会比较细，有一部分还会保持颗粒感，牺牲了小口感，省了大量的时间。接下来要搅拌肉馅，往机器里面先加瘦肉，先将瘦肉打出胶，我们再进行调味。不用机器搅拌肉馅，就用手顺着一个方向搅肉，直到肉碎抱团。往里面加1茶匙的盐，1茶匙的糖。如果你喜欢放味精或者鸡精的话，也可以放1茶匙的味精或者是鸡精调味。同时，如果你想要吃到外面那种 Q 弹的烧麦的口感，可以这时候加1/4茶匙的小苏打粉进来。放好调料之后，把虾放进来，开高速将虾和肉混合。
家人比较容易出焦。混合好之后，我们把肥肉跟香菇也放进来。最后我们加1汤匙的芝麻油或者是猪油，混合均匀就可以拿出来，我们的肉馅就做好了。我们先放在冰箱里面冷藏。现在来准备皮的部分。烧麦皮如果有地方买的话，买专门用的烧麦皮当然是最好的。如果没有地方买，因为这个确实不是那么的常见，可以用云吞皮来代替。云吞皮在家里自己做的话，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想要自己在家里做云吞皮或者是烧麦皮，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。我们先来用云吞皮来包烧麦。云吞皮是正方形嘛，要把它切成圆形都比较的容易。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个工具的话，你可以用杯子扣在上面，然后把它切出个圆形。或者如果你家里有做饼干的这个模具，可以用它来切云吞皮，就可以切出非常规整的圆形。这个大小跟我的云吞皮也刚刚好合适。OK， 你看。我们这是非常规整的圆形的，现在从云吞皮变成了烧麦皮。接下来包烧麦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一些鱼子，还需要一些小虾仁。上回我做了2笼虾饺，刚学包虾饺的时候，我真心觉得不容易。包烧麦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。往烧麦皮里面填肉馅。用刀子一边填一边往下压紧实，用虎口支撑烧麦，填到顶上的时候用刀子抹平，虎口处稍微收紧一些，烧麦造型就出来了。然后往上面加1-2只小虾，放一些鱼子，水沸腾后上锅蒸10到12分钟。香喷喷的烧麦就可以出锅了。我今天用到的云吞皮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做出来的烧麦也很大个。如果你喜欢小烧麦的话，可以买一些小个的云吞皮来做烧麦。有多少人去酒楼喝茶必点烧麦？有没有人觉得1笼不够吃，常常要多叫1笼？在家里自己做烧麦，让你一次吃个够。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烧麦，并不一定会比酒楼差。我们用的是最新鲜的食材，我们并没有加太多的调味料，吃的是食材本身的鲜味，并且最重要的一点，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人都不希望在自己的饮食里面加味精或者是鸡精，在家里做这些食物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个问题。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